起开，你碍着我了。哎呀，你方才就没理我，到现在还生气呢。你是王子，我是伺候你的婢子，哪里敢生主家的气？我家婢子果然不同，连气性都冠绝东南，力压巫山。哎呀，莫要生气了，是我不好，我给你赔不是。你若是厌了我，不妨早点与我说，此番回转，我便跟我阿兄一起回岛上，守着我阿娘，好歹不用终日看别人脸色度日。好，此番回去，我就随你一起上岛，一辈子摸鱼捉虾，做个逍遥岛主，再也不用理会什么吴越，什么汴梁，也不用再看见那些两脚羊的烦心事了。那是我家的岛，凭什么你当岛主？那，你当。啊。哎呀，好了。今天不让你说话，是我不好，你别往心里去啊。本来就是，好好的人弄丢了，问也不让问，说也不让说，这又是什么道理呢？这人啊，是自己走掉的，自然不用问。什么意思？这个人的身份很是古怪。杨光仪他们在陈留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注意起他了。水车公和三哥心里都有数，只不过他们俩谁都没点破罢了。这中原的事情啊，诡异、邪门，少问些，便少担些干系。所以最终，大家都没有点破。你们所有人都看得明明白白的，只有我一个人糊涂，还在这里瞎操心。郭某不过后生小子，胡言乱语。桑相公却是认真的。老夫倒宁愿这满朝文武公卿都如这胡言乱语的小子一般。这是时势，人力所不能移也。官家自家都要弃了这天下，令公这又何苦呢？你也以为我是为了官家？难道不是吗？众人高歌劝进之时，令公怀抱幼子，闯出宫禁。如今众人皆曰当行费力，却又只有令公还在辛苦维持着他。老夫没想那么多，就是觉得不公平。不公平。当今陛下兵强马壮之时，众人恨不得遥之顺之。如今他众叛亲离了，你们又恨不得万方之罪，罪其他一人，好让你们这些忠臣良将换一个神主牌位，便能安心再享荣华富贵。如今眼见大难临头了，一个个又把朝廷社稷挂在嘴上，恨不得即刻一锁子绑了大晋天子，纳于契丹天子做投名状。人须有自知之明，老夫自知担不起这个天下，但我知道有人能担，但他未必愿意这个时候来担。着火敲一晚上钟，
今天早又一直在敲钟，真的是有点烦了。吃饭。快去，把我的朝服拿出来。朝服？我自己去吧。不吃了。主公，天子训位至文。朕信赖先帝之灵，司守披击，朝夕寝门，未使少懈。然治伐德薄，有亏甚道，不足以承祖宗之宏烈。今以朕昏悔，致骨肉多余，藩围勾信，宗嗣堕泯。仰观俯察，祸难多积，七庙将坠。元纪元心，善待非一族。天之历数，时有所归。握尽悬殊，允及民哲。朕虽昏昧，亦知运命攸归，自当训位别功，尽善于幼。一唐虞宋齐故事，言宗社之算，达变通之命。照临广土，砥绥万国，用保天修，无替二皇之伟烈。兹尔中外，体朕志怀。开运3年腊月17日。训位于右，谁是右？古来禅让必有其贤，岂有糊里糊涂一个右字轻轻带过的？这算什么禅让？桑相公，陛下不方便明说，这是请公卿自决呢。岂有此理！既是上位，是外善还是内善，总要说个明白。岂有君主必为新君，由臣子决出之理？是啊，是杜令公，还是七郎君，总要有个说法。是啊，荒唐！你们这些人怎么能这样？长老，神爷，水秀公，我吴越40年来，是的便是这样一群大妈。我不知道你是哪位相公，看你的班序位置，大约应该是位相公吧。然则，我还是要问一问，你当真是天子的相公吗？你们，还有你们，当真是大晋天子的臣子吗？你们居然站在这里，议论天子之位应该禅让给谁？天子，这是要逊位啊！你们该问的，该关心的，难道不是天子为何要自弃天下吗？
这位吴越的少君，本朝遭逢大变，时势危殆，天子自殉大魏，实在也是情非得已。朝中公卿文武，并无佞臣贼子，奈何大乱将起？陛下勋位，也是为了体念苍生，眷顾天下。可你让我们怎么办？天子逊位，神器更易，满朝公卿竟无一人劝谏，无一人眷留。桀纣尚有龙逢比干，这重元殿内竟皆是易牙成疾。可你让我们怎么办？让我们这些受天子金册赐封、善事中原征收的藩国怎么办？南唐西蜀自有地头，可南楚南汉，还有我吴越12州军民，又当何以自处？我家先祖遗训，善事中原大国，势大，势大，这便是你们的大。无君无父的大，不忠不义的大。孔子著春秋，而乱臣贼子惧。正满殿的乱臣贼子，有谁敢站出来称一个大字？我要叩缺，要当面去问一问天子。长老，我是大晋检校司空，我要面君。水修公要阻我吗？九郎君，九郎君，九郎君，不要阻我！你是谢过九郎君救命之恩，我与你同去。今日又闯下祸了。还有什么祸端能比京师着火更大？冯令公有令，命我领2位去见皇上，省得有人跟无头苍蝇似的横冲直撞。我也好奇，这好端端的京师，怎么变成了如今这副鸟样？参见陛下。参见陛下。你们礼纲常道统。你们几个都是来跟朕玩的。臣等就是想问问陛下，
何以要自暴自弃，弃天下臣民如敝履？小子，你以为这天下还是几十年前那个大唐吗？那个大唐早就亡了。朕来告诉你，什么是天子。天子，兵强马壮者为之。谁手里面拿着刀，谁就能做天子；谁身上披着甲胄，谁就能为天子。你披着甲胄，你也能做天子。嗯。拿着。拿着。哦。你披着甲胄，你挎着刀，你就是天子。哎，天子在上，受小人一拜。这就是现在的天下。起来，这便是如今的世道，哪还有什么是非对错？不需要。你若良善，你便该死。你便该死。官家已然不讲理了，但我们还是要讲的。最后给天子行个礼吧。魏国斥候已经出现在汴河之畔，大军压城，城外的流民都在朝城里涌进来。带老夫去宣阳门处看看，看看这城门当官不当官。可是大战在即，谁知道这些人里有多少叶下军和契丹人的探子？天底下乱成这样，是他们的过错吗？打不赢是咱们没本事，不敢打。有人会笑话咱们没懒的。我们现在是张太尉喉咙的一根刺。令公为当朝首相，自当明晓时事。休要污蔑我！谁偷你茶杯？人赃俱获啊！此事做的的确是荒唐，但做都做了，现在又开始反复犹豫。我就是觉得那个人说的话极有道理。不能安其家，何以安其心？
有胆敢临阵擅退、叛逃者，立斩。准备开战吧，给这个天下最后留一份体面。将军来了，贼军来了。撤！击鼓。赌一把，赌一把。若南唐不肯就范，执意和张彦泽书城示好，相公真会卖了河南、河北、株洲吗？前郎既知是非，今日又何必再有此问？若在杭州时，此事无可争议，必然是不对的。然则自此番中原之行以来，小子却是越来越糊涂了。滴血！滴血！若是我们能活着回杭州，你会娶我吗？若是明日就成错了，若是要死在这儿，我自然要想一想，我要埋在哪。动手！救火！快救火！快！发力士了，随我去拿了那条大鱼。一贯行险赌命，夜里劫里，换账斗气，用兵之道，守在池中。青史之外，谁还在乎这个朝廷？谁还在乎这数十万的生命礼数啊？你现在跟我讲他们不当枉死，再守下去，也是一样的结果。在胜负面前，世人大多都会选择胜，而抛弃一。你若不算，你便不配站在这里。小畜生，宫阙之下，岂是你胡闹的地方？令公要的是什么？此生若能复饮太平年下的一杯热酒，于愿足矣。再不堪的乱世，也终会迎来日出。令公，开始了。回去吧，守护好何家老幼。使君来了。这才是第一步，经历还长。一字萧关起战尘，河黄隔断忆乡春。汉儿静坐胡儿语，却向城头骂汉人。而我吴越，纵横12军州，代价10余万，便这样，就像契丹俯首称臣，岂不为天下人所笑？朕没问谁来了，朕问的是谁没有来。吴越国内衙兵马都指挥使、大元帅府长书记钱弘处称病未治。站上。确实要谢谢众家兄弟了。我何时长出了这一脸长须，还有如此宽绑的体态？
无论令公和桑相公所谋者如何之大，都不应以无辜女子的性命和清白为质。请老夫出城，您契丹天子入城。冯令公他打算称臣了吗？令公所思，下臣不敢妄自揣度。天子驾临明德门。令公，朕曾说过，他日相见，未必是你来见我。陛下却是风采依旧。敢问大可汗陛下，四海苍苍，山野茫茫，何以为万民之主？辖区内腋下兵马悉数整编提调，犯禁律者立斩。小司公的胆子实在是太大了。怕是神仙来了，也救不得。就在这汴梁城内，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？不是说大朝只是走个过场吗？如今50都过了，怎么还未曾回来？张彦泽当朝太尉及年的宿将，在大朝之日被一个弱冠少年持刃刺伤，如此荒唐的话本，他们是如何编造出来的？真受不了你！坐个牢，每天这么多人送吃送喝，比做衙还要惬意。这本来就是衙。永德见过太尉。末将出身边地，北面的番话自幼便说惯了。你怎知来人便是上京来使？让他个复都虞候。这南边张彦泽重伤，北边走了耶律踏烈，这不是气运，那什么是气运？是上京城出了大事，向契丹主称臣。倘若朕杀了张彦泽，令公敢保杜重威不反吗？心怀天下之人，不会问这样的问题。去将那名盗旗取下来。你想要做什么？当然是要做大事。尔等有些过于不义呀！在那口是心非的南朝人心中，究竟什么是祸？什么又是恨？离京，那契丹天子要裹挟令公北还。我向他称臣了。自庄宗皇帝时，老夫这辈子侍奉了6位天子了，也王室了5位救主了，却连个太平年景的影子都还看不到。大唐太宗贞观年间，长安城里的米价约5文10升，这便是君贵兄长所说的太平年。如今天下大乱，去年15文还能买得5升米，可如今却只能买2升了。这便是苛政横行。虎子，你太痴了！天下汹汹，这把火已经烧了近100年，岂是你这区区的几张纸改变得了的？开运4年9月辛卯，可现下是6月啊，纳凉也不过开始了10几日而已，应该落下6月的脚气，可这上面却是9月辛卯。这样的直气，若在12州，家家户户都有一张，那吴越之地，便与年初之汴梁也相去不远了。郎君说得对，所谓先征后凉，乃亡国之政。